李长寿此时还保持着摁着锦盒的姿势，刚将锦盒小心翼翼地放下。他刚才剧烈的表情变化自然也被大法师所见。大法师抬手就将李长寿的锦盒拿了过去，动作十分自然地打开了。莫要失礼，为兄帮你看就是了。师兄。李长寿的反应此时稍微慢了一些，想要阻止已经是有些来不及了。霎时宝光四溢，宛若水坝决堤一般，一颗颗星辰汹涌而出，不绝于耳。宝座上，女娲圣人倾斜着身子，手指抵着眼角，凤目含笑，饶有兴致地注视着这一幕。待宝光稍稍收敛，大法师看着撞了他满怀又散落在矮桌各处的宝珠，额头渐渐挂满黑线。差别待遇至于这么明显吗？我好歹也是第一批被捏出来的人族，更是道门大师兄。虽然圣母很介意被人喊娘奶，但我大法师确实是可以喊声母亲啊。刚刚那一瞬发生了啥？这些珠宝并非先天灵宝，它们材质未明，其内被封印着一棵棵松柏模样的宝树，更像是装饰品一般。大法师定睛一看，看到了一只散发着淡淡土黄色光芒的宝珠，其内封着一小撮金色土壤。九天息壤。定睛再看，大法师立刻找到了其他3颗与众不同的宝珠，其内封着一潭水，一簇不灭太阳真火，还有几块曾用来修补人族至宝轩辕剑的万魂金。再算上这数量众多上古某种已经灭迹的灵树，圣母娘娘直接送了李长寿一堆极品五行宝材。侧旁有几名仙子飞来，将这些宝珠收入一只宝囊中，放在大法师面前的矮桌上。大法师虽然有些疑惑不解，却也不会真的因为这一点东西动摇心境，不过只是好奇罢了。他将宝囊还给李长寿，笑道：看来我这做大师兄的就是不如小师弟的讨喜啊。师兄说笑了。李长寿勉强一笑，虽然极力忍耐，但是目中依然有些疲倦。讨喜啥呀讨喜，几万页漫画换过来的，几万页啊，还被要求上色镀光，布置不符尽致，画得不好还要回炉重造，主角太过中二，剧情出现各类瑕疵，还会看到女娲大师那张标准的嫌弃脸。虽然上辈子李长寿上学的时候也曾不务正业，看过不少漫画作品，此时又可以用推算之法提取曾经的记忆，加上磨砺多年的丹青工笔技艺，就如同人形复印机一般。但他将其中内容修改成洪荒的风格，这同样要耗费不少的心力啊。稳妥起见，李长寿并没有直接复刻那些名声斐然的作品，好东西要慢慢拿出来。他虽然不敢吊着女娲圣人的胃口，但是因为这种供需关系，这个靠山应该是拉稳了。只是不知充实宅居生活对于女娲圣人来说到底有多么重要。李长寿现在也不敢说已经跟圣人娘娘混熟了，但是以后想来圣母宫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天庭普通权臣的出入权限又多了一项。讲真，如果不是肚子里的存货也不太多，李长寿都想直接搬空了圣人娘娘的宝库。想桃子。这次能够拿到9天息壤以及这么多灵浆宝树，已经是绝对的意外之喜了。圣人娘娘也并未敷衍，一部作品抵消李长寿此前故意欺瞒圣人的罪责，而后多一部作品就多一份赏赐。此时这些极品五行宝材其实是李长寿斟酌了很久才要求的。本来女娲娘娘还想赠赏给他1、2件先天灵宝，只是李长寿开口要的是宝材，娘娘也就省下了。好了。宝座上，女娲圣人轻轻摆手，云袖飘过，散出了一缕金色光晕。今日已无事，你二人且回吧。金光轻闪，圣人已没了踪影。这是急着去看大结局了？大法师轻轻咳嗽一声，此时满头的雾水，
如何推演，如何猜测，也猜不到刚才那一瞬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大法师扭头看着李长寿这张水神形象的老脸。师兄，咱们路上说。善。刚出圣母宫，李长寿就忍不住打了个哈欠。大法师看他太过疲倦，直接招来太极图的威能，与李长寿借路乾坤之外，赶回了五铺州中。可是因妖生山一战，耗费了太多心神。大法师关切地问。李长寿勉强一笑，叹道：劳烦师兄送我回渡仙门吧，天庭那边我用化身去找玉帝陛下回禀一声就是。大法师一言改路，充分发挥不懂就问的优良传统。为兄委实有些好奇，为何圣母会给你这般多好处？这个……李长寿眼前不由浮现出了圣人娘娘趴在池边晃蛇尾不断啧啧轻笑的模样，赶紧摇了摇脑袋，把这个绝对不能外传的画面抹掉，红袖求警告。我做了一些诗词给圣母娘娘，圣母娘娘一开心就赏了。诗词？大法师抿嘴皱眉，有关圣人娘娘的奇怪认知增加了许多。于是大法师笑道：来，你给为兄吟上一首，看看你水准如何。这上一个抄诗的浪货前辈已经遭受天道毁灭了，这个东西也有因果的，绝对不能乱抄的说啊。给圣人娘娘的漫画也不会流传出去，自是无恙。师兄，咱们改天吧，心神着实已疲倦了。大法师倒也没有太过为难，虽然还是有些许疑惑，却也并未多问。半个时辰之后，小琼峰上，若是不算在女娲圣人神通中待过的岁月，李长寿这也是半个多月连续2次心神疲倦地回返峰上了。避开正漫山遍野找他的灵娥和九九，漫步走到丹炉旁，打开丹炉一条腿上的小小禁制，露出其中袖珍小房间，化作一道流光钻入其中。传声对着灵娥和九九师叔报了一个平安，让灵娥1个月后来丹房相见。李长寿就开启了各处阵法，闭目凝神。玄黄塔被李长寿主动还回去了，安全感的缺失让他此刻就算是心力憔悴，也无法安然入睡。那人，天道，六圣，劫难。李长寿心底念头流转，先问了自己一句：圣人娘娘有没有可能骗我呀？可能性自然是有的，他必须时刻保持一份怀疑，而这也并非是对人族圣母的不敬，只是依靠太清老爷庇护，自己在洪荒中当真就安稳了吗？以前觉得是安稳的，现在惶惶洪荒，天道为棋盘，圣人执棋谋众生，生灵挣扎为超脱。真正的超脱到底是如何的？自己的前路又当如何？若不能将自己的命途稳稳地掌握在手中，又如何才能得到那份稳稳的幸福感？借势而行，也要自己的风帆足够坚韧，不然只会船翻人亡，名字都不能被有人提起。这洪荒，功德金身只是护身符，自身唯一能依靠的还是自己呀，还是这条属于自己的道。双拳轻轻握起，那狭小黑暗的角落中，盘坐的人影身周飘起了淡淡的青蓝光点，渐渐汇聚成了一张模糊的宝图。于是1个月后，师兄一声轻唤，灵河驾云飘来，轻盈盈地落在丹房中，又得了李长寿传声，熟门熟路地去了地下密室。李长寿正在伏案写着什么，此时心神已恢复无恙。灵娥的脸蛋儿突然有些发烫，又故作如常，背着手走向前，歪头看李长寿忙碌。师兄，你在这些小格子里面画的什么呀？好像还都是连贯的。
天机不可泄露。李长寿放下笔，将下方的纸张用仙力覆盖住，拿出一枚玉符，注入少许仙力。玉符轻轻震颤，其内钻出了一缕缕仙光，浮现出了16幅小琼峰的解剖图。这是接下来要改造的阵法工程，有什么要修改的？我们不是快把小琼峰搬走了吗？现在还来得及做这些吗？来得及。为兄决定先不搬了。真的？灵儿的眸子顿时一阵闪亮。发生了一些事，让我调整了一下后面的发展道路，也觉得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过稍后我还是会做一个小琼峰2号，将水神府搬去兜水宫旁，毕竟已经把此事说出去了。灵儿眨眨眼，表示自己有些听不懂。李长寿点到即止，开始为灵儿讲解接下来要做什么。当听到自家师兄说道后面还要把小琼峰上的地皮、湖泊、森林都换掉，灵儿都以为师兄是走火入魔了。这有什么必要吗？以前的小琼峰虽然山体内部被师兄改得面目全非，但是表面并无太多变化呀。到现在终于是连外面这层皮都不放过了吗？哦，对了，此前我睡着的时候你有没有闯祸？灵儿双手捂着脸蛋儿，细如蚊声地嘀咕了一句：我没有。李长寿也是一乐，这都能有意外收获。少顷，见灵儿稳住了心境，李长寿正色道：你此前做了什么错事？灵儿又有3花聚顶的趋势，支支吾吾，脸蛋通红，额头都有少许细汗，完全不敢与师兄对视。他老老实实的道了句：师兄，我自罚3000遍文字经。李长寿不由眉头皱得更深了一些。自罚3000遍，你这是犯了多大的过错？莫非胡乱搅和九羽师与师傅了？哎呀！灵儿咬着嘴唇跺跺脚：师兄你别问了，我自罚就好了，是咱们之间的事。李长寿摇摇头，拿出2只石板：来吧，一起，我自罚6000，分3000给你，公平公正，童叟无欺。灵儿脸蛋红红的应了一声，乖巧地坐在书桌对面，熟练地拿起刻刀，开始默写新版文字经。竟然都没有撒娇埋怨，有问题，这里面大有问题。虽说李长寿的心底各种纳闷，但是灵儿不说，他也并未多问，静心凝神，刻字成经。过了一阵儿，灵儿突然小声问：师兄，要是我有身孕了，该怎么办？咔的一声，李长寿的刻刀插入石板，石板出现道道裂痕，转眼又碎成了小块。不对呀，我先驱元阳似乎没有损耗，而且哪怕睡熟了，也不应该没有感觉啊。再看一眼灵娥，他顿时明白了一点什么，将面前的碎石收起，又拿出一面石板，继续低头刻画。李长寿淡定地说道：对于人族而言，只是拉手亲嘴是不会有身孕的。灵娥一愣：那怎么才会有？要先成婚，而后同处一室，洞房花烛。李长寿继续淡定地解释着，然后每日对着人族圣母娘娘叩拜祈福，等人族圣母娘娘赐下一只泥人，女子也就有了身孕。灵娥不由慢慢歪头，又突然想到了什么，脸红红的低头忙碌。原来这么复杂。北距泸州西南，一片独瘴稀薄的连绵大山中，不知何时，此地变得妖气滚滚。尤其是最近几日，一股股妖族高手的道运波动不断流转。群山深处，一座山林中，一股股青蓝色的妖火飘荡在林间，说不清有多少身影汇聚于此处。
他们半数是用化形后的人身，各自保留着原本族群的特征，通常都是兽头人身；半数则是保持着妖兽的形态，浑身散发着强烈的煞意。300多妖王，上百名上古高手，10数名妖族名宿，已在此地商议了3天3夜，犹自未能得出反攻天庭的具体谋略。只要一想到妖生山最后的下场，他们刚凝聚起的战意就会被直接冲散。林间的氛围越来越凝重，一头黑熊精咬牙骂道：难不成这笔血账就这么算了？众妖各自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妖桥。直到有一名老妪低声说了句话，众多妖族高手眼中又燃起了浓浓的希望之火。各位，咱们为何不去求一求同族的圣人娘娘，治这天庭水神恃宠而骄、蛮横无理、滥杀妖族之罪？小琼峰草屋前，闭关长达半个月之久，一口蟠桃就上了真仙的谪仙奇缘，正站在草屋门前，呆呆地看着门外的情形，忍不住抬手比划了几道彩虹。湖呢？山呢？那么大个湖和山头，咋子突就没喽？山体像是被解剖开的灵兽，10数道身影在山体内部飞来飞去。奇缘老道定睛一瞧，这些人影还都用了他的容貌，若非自家大徒弟经常这么搞，奇缘多少也习惯了，不然非得被这一幕吓出心魔不可。此时小琼峰被一层层光壁所包裹，对外遮掩了此地的一切变化。奇缘老道扭头看向左侧，顿时被那一颗颗需要3人合抱才能够围过来的巨木所吸引了。这些巨木分布在闪烁着淡淡金色光辉的土壤中，原本的树林仿佛成了灌木，空气中也弥漫着浓郁的生灵气息。